今天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。北京市某个居民小区里，因为停电，老大爷背着女儿爬楼梯，后面紧跟着两个老太太，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其中一个就说：“老赵，这孩子多大了啊？17、18了吧？”“哦，我闺女18了。你们先过，你们先过。”说着话，老赵给俩老太太让开了1多半楼梯，让他们先上去。俩老太太也不客气，从老赵身边就紧走几步上了楼。边上楼，这两位还边有意无意的对话。哎呀，有些男人就是不要脸啊！明明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孩子那么大了也不避讳着点儿。就是啊，这在公共场所都搂搂抱抱的，孩子那俩肉球都紧贴着他，那在家里还不定都干些啥事儿呢。老赵当然能听出来，这两个老太太是故意说风凉话刺激自己，他也只能是苦笑一下，继续背着养女小芳上楼。等爬上13楼，老赵的额头上已经满是汗珠。他把小芳放到床上之后，顾不得休息，便急着下楼去取轮椅回来。原来小芳是个瘫痪孩子，13年前，小芳的父母出车祸，双双身亡，撇下5岁的小芳成了孤儿。小芳3岁那年就因为意外从6楼摔到地上，胸以下高位截瘫。如今又失去双亲，成了孤儿，社区和居委会都感到十分棘手。这时候老赵挺身而出，说跟小芳的父母是故交，小芳的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有交代，拜托老赵帮忙将女儿养大成人。办妥手续之后，老赵就顺利成为了小芳的养父。老赵对小芳说：“孩子，爸爸我从小也是个孤儿，你爸妈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有一家公司，现在暂时由我来经营，等你长大了就交给你。所以你一定要振作，好好学习文化知识，等长大了还要管理一个大公司，有很多财富需要你继承呢。”“赵爸爸，我爸妈不就是在一个单位上班吗？他们什么时候成了老板了呀？”“他们一直就是老板，因为怕你知道家里有钱，就不努力学习了，所以始终瞒着你。现在我不想跟你说瞎话，但是你可不能不上进，因为你只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，将来才有能力管理你的财富，明白吗，孩子？”“小芳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认真的点了点头。老赵花钱给小芳请了家庭教师，按照全日制学校的教材给小芳上课。如今小芳18岁了，已经学完了所有的高中课程，下一步就该选择一个专业，换老师了。可偏偏就在这时候，老赵查出癌症晚期，留给他的日子不多了。于是老赵抓紧时间就把公司的所有权转到了小芳的名下，将公司委托给可信赖的老秦代为管理，又请了一位经济学教授作为小芳未来的老师。安排好一切之后，这天下午，老赵坐在小芳的床前就说：“孩子，我很快就要离开了，你要好好跟着新老师学习，等将来你必须要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管理公司，管理你的财富。至于公司的经理人老秦，他是个可靠的人，不过你也要坚持每周和法律顾问小刘见一面，时刻关注公司的动向。”“爸，我记下了，你会没事的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要你死。”“傻孩子，人迟早都难免一死，你不要太难过。另外，我在公司附近替你买好了一栋别墅，已经装修好了，以后你就搬过去住，那里的条件比这好多了，离公司也近，你可以在家里处理一些公事。”说完这一番话没多久，老赵便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世长辞。
后来在与法律顾问小刘交谈的过程当中，小芳才慢慢了解到，原来养父老赵一直在跟他撒谎。事实是这样的，当年因为老赵穷，他的妻子跟着有钱人跑了。老赵想，反正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就开始颓废，喝酒赌钱，输得一毛不剩，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这时候遇上了小芳的父母，小芳的爸爸见老赵可怜，就收留他在家里白吃白喝了3个多月，每天给老赵做思想工作，开导他要积极过好人生。后来还借给老赵5万块钱做生意。老赵在小芳爸爸的鼓励之下，振作起了精神，而且他还挺有经商的头脑，没几年便发达了，开起了公司。发了财的老赵一直想报恩，可是小芳爸妈对老赵送来的钱和贵重物品是一概不收，说我们帮你不是图回报，只是觉得你骨子里是个好人，不忍心看你颓废下去。从此他们就成了最好最交心的知己朋友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后来小芳爸妈出车祸，双双受重伤住院。在弥留之际，小芳的爸爸拉着老赵的手就说：老赵，本来不想麻烦你的，可我们夫妻俩都是孤儿，我们一死，小芳这孩子也就成孤儿了，关键是这孩子他残疾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最信赖的朋友，求你答应我，一定帮我把小芳养大成人啊！听到这儿，老赵双手紧握住了小芳爸爸的手，说：老弟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有我一口气在，就不会让小芳受委屈的，她就是我的亲闺女。后来老赵果然言而有信，顶着压力和困难，硬是将残疾的小芳养大成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和拥有的所有财富都留给了小芳。小芳在得知这一切的真相之后，忍不住躺在床上大哭了一场。哭罢之后，她坐着轮椅来到灵堂，面对着亲生父母和养父老赵的照片，烧了3炷香，喃喃地说道：赵爸爸、爸妈，你们在天堂里好好生活，要快快乐乐的呀，女儿我也会好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后来公司越做越大，小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企业家。她把每年公司利润的10%到15%拿出来做慈善事业，救济那些身有残疾或是无家可归的人。